北戴河的暗潮刚平，西藏的高原却又掀起了一场权力风暴。胡春华这位被打成废太子的团派人物，竟然在习近平并体出行之际高调同框，还抢走了张国清的戏份。人民日报是点名春华秋实，解放军军报头版头条转载一连串的政治暗语，让胡春华再度的站上聚光灯。问题来了，这究竟是废太子回归，还是一场更大的戏码呢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唐玉。北戴河的风声刚落，习近平便拖着病体远赴西藏。这趟高原之行立刻掀起了一场政局震荡，成为外界观察中共最高权力变化的一扇窗口。其中，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的高调亮相尤为引人注目。他不仅随行，还罕见地重走习路，并取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视察雅江电站。这一动作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，胡春华或许正在被推回接班序列，甚至在中央21大上接替习近平。信号还不止这些。就在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习近平赴西藏的同一天，第二版同时刊出了一篇社论，叫做创造美好生活，共圆伟大梦想。表面上是评论习近平的西藏行，但开篇第一句却写道：春华秋实一甲子，团结奋进写新篇。在当下的敏感时刻，春华二字立刻被外界读作明显的政治暗语。要知道，人民日报社论在中共体系里的分量极重，往往代表着中央的权威信号，更何况这次还是被军方放大。解放军报罕见的在头版头条转载了这篇社论，这一举动格外的耐人寻味，因为军报近期一直在发文强调集体领导，经常和人民日报不同调，如今呢却把这篇春华秋实的社论放到了头版头条，显然不只是例行转载，更像是释放出某种权力共识。外界普遍认为，社论里的春华暗指的正是胡春华，结合他此番高调随习入藏，并亲自观察雅江电站，这种文字和行动的呼应，不仅让人联想到，难道这位曾经的废太子真的要重新转正了吗？从党媒到军媒，这一串信号就像在层层烘托，把胡春华重新推上了前台。甚至不少分析认为，这或许正是为他接班铺路的前奏。废太子重回太子位置，这是否意味着北戴河会议已经达成了潜在的共识？在中共的权力戏台上，这样的反转或许正是最荒诞，却又是最真实的政治戏码。要读懂这次春华秋实与西藏和习同框背后的指向，还得回到他的履历，那些让他被看见，也让他付出代价的过往。今年62岁的胡春华是出生在湖北五峰的一个农民家庭，他的家境清贫，但是天资极好。恢复高考2年后，他16岁便以县里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，是班上当时最年轻的学生。他在校表现符合中共标准的可圈可点，不仅是3好学生，还当上了北大团总支副书记，毕业时更被评为优秀毕业生。按常理说，这样的履历完全可以让他留在大城市，甚至北京工作，走上一条精英仕途。但胡春华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他主动要求要去西藏支边。这个举动立刻当时被中共宣传机器当作典型，轰动一时，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，被塑造成新时代知青精神的代表。那至于他是为了政治镀金，还是真心的想为边疆建设出力，已经无从考究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当时是绝对没有想到，这一去就是23年。在西藏的20多年里，胡春华几乎每隔2-3年试图就往上走一级。他从最初的基层组织干部做起，4年后就晋升为副厅级，任共青团西藏区委副书记。1992年则再进一步成为共青团西藏区委书记。1995年他担任山南地委副书记，2001年又升为西藏党委常委秘书长，2005年出任了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、区政府常务副主席。这些对于一个出身农家、年纪尚轻的北大学生而言，无疑是火箭般的速度上升。胡春华在西藏的崛起，很大程度上是与胡锦涛有关的。
胡锦涛1988年到1992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，正值藏人抗议最激烈的时期。1989年3月，拉萨爆发了大规模骚乱，胡锦涛就下令动用武警实施戒严，强硬镇压，导致数十人丧生，数百人被捕。事件引发了国际争议，但是他却因为维稳有力，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赏识，也由此推动了胡锦涛此后仕途的升迁。1989年，胡春华正是西藏共青团区委副书记。据报道，他被胡锦涛抽调进联络组，参与骚乱期间的协调工作。虽然角色有限，但这让胡锦涛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，并且对他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可靠性留下了印象。在此之后，胡春华逐渐地成为了胡锦涛的团派圈子里被培养的对象。事实上，胡春华在西藏的表现与胡锦涛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，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和基建，另一方面配合实施中央的维稳与汉人迁入政策。他的执行力符合胡锦涛发展加稳定的要求。在胡锦涛成为中共党魁后，2003年，胡春华的仕途得到了快速升迁，出任西藏党委副书记，成为了副省级干部。说明他的政绩获得了中央的认可，当然背后少不了胡锦涛的点头。正因如此，外界常称他为小胡，不仅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一个胡，更是因为他和胡锦涛的仕途轨迹几乎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农家子弟，都是北大出身，长期西藏的历练，再进共青团中央，都是标准的团派接班路线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胡锦涛确实对他有特殊的关照。1997年，他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青联副主席。2006年，更被提拔为团中央第一书记。那年他只有43岁，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。这一任命是需要宗主部审核的，也必须要得到胡锦涛的批准。随后胡春华的仕途几乎是一路畅通。2008年，他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，出任河北省长。仅仅1年后，又被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。2012年更是迈进新台阶，出掌经济最发达的广东。这一连串的快速晋升背后都有着胡锦涛的长期支持。不过他在内蒙古和广东执政期间，既留下了政绩，也展现了中共残暴镇压民意的一面。2011年，内蒙古爆发了大规模的牧民抗议事件，起因是一名牧民在维权过程中被煤车碾死，引发了族群的愤怒。胡春华上任后，一方面强调要依法处置肇事司机，另一方面却迅速地部署严厉的维稳措施，封校限网，严控集会。抗议虽然在短时间内被压制，但这种强力维稳的做法，既让他在北京赢得了能控局的评价，也让外界把他视为体制铁腕的代表之一。2012年，中共18大，49岁的胡春华当选政治局常委，并随后出任了广东省委书记。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，也是高层领导的跳板。这个安排被视为胡春华仕途的再一次加码。在他任职期间2016年，广东乌坎村爆发了举世瞩目、因土地问题引发的村民抗议事件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起初并没有全面压制，而是允许选举进行，以安抚民心。但当时村民的土地诉求持续，抗议再度升温时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强力收场，大批村民代表被捕，抗争彻底被镇压。这一手先怀柔后清算的手法，从中共视角看是稳定局面的投名状，却成为了外界评价他牺牲民意换取仕途的污点。总体看来，胡春华是以低调清廉、执行力强著称，少有腐败丑闻，这与胡锦涛时期对干部的标准是一致的。对胡锦涛而言，中共18大是他卸任前的最后布局，他力推团派干部进入权力核心，以期延续团派的影响力。胡春华和李克强、汪洋等人被看作是团派在权力核心的代表，而在国际媒体眼中，胡春华更是准接班人的代表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当时甚至直言，他最有可能在2022年中共20大时接替习近平，成为中共的下一任总书记。在外界眼中，胡春华的仕途本该是一路向上的，中共18大进入政治局，然后主政广东，谁都以为他会接李克强的位置，甚至更进一步。但真正的反转是从中共19大开始。
2017年中共19大，中共高层换届，外界普遍预期胡春华会入常，迈进最高权力核心，为接班铺路。结果呢，他在次年的两会上只进入了政治局，成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，但最终未能入常。习近平在这次两会上通过了修宪，取消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任期制，这已经被视为是一个警讯。从那一刻起，胡春华从准接班人变成了边缘核心。到了中共20大2022年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胡春华不仅没有升迁，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没保住，直接被打落到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养老位置上。这样的安排对年仅59岁、正值当打之年的政治人物来说，几乎就等于公开宣判他仕途的终结。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对团派的排挤。并且中共20大闭幕式上还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的事件。很多分析认为，那不仅仅是对胡锦涛本人的羞辱，更是针对整个团派的清算式演出。在那个场景里，胡春华面色僵硬，对外界来说，那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，这位废太子彻底出局了。此后的1年多时间，胡春华几乎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，偶尔露面呢，也仅仅是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一些礼节性的场合，没有任何实权。对比他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储君角色，这样的落差可谓是冰火两重天。从中共18大的风头正劲，到中共19大的跌落，再到中共20大被彻底打入冷宫，胡春华的政治命运几乎就是团派命运的缩影。中共20大之后，他一度彻底沉寂，外界几乎认为他的仕途已经走到了尽头。然而，到了2024年，胡春华的名字却开始重新出现在版面上。先是以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党委会开幕后，引发外界关注。随后，他还多次率团出访，从西班牙的从都国际论坛到非洲3国行，再到地方调研，曝光率是明显上升。这些动作虽然没有实权加持，但却释放出重新被推到前台的信号。不过，真正让外界觉得形势有变的是这次西藏之行。按规矩，中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活动，本应是由王沪宁以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主导，张国清作为副总理负责重大项目考察。但这次却反常地安排张国清去基层视察寺庙，还有群众技能培训，而胡春华则是去了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、川藏铁路这些重量级的战略工程。这一错位几乎就是角色互换的暗示。再加上人民日报那篇开篇就点题的春华秋实的社论，以及解放军报罕见的头版头条转载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刻意的营造出的政治烘托。从废太子到再度被热传为接班人，胡春华的仕途就像是一出荒诞剧。3年前，他还是中共20大上被彻底边缘化的失意者，如今呢，却在高原的舞台上和习近平同框，甚至压过了习近平的心腹张国清。这样的反转让人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北戴河会议之后，中共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？观众朋友，您觉得呢？胡春华会东山再起吗？会，请在我们留言区打个1；如果认为不会，请打个2。回头看，胡春华的命运几乎就是中共权力斗争的缩影，从准接班人到废太子，再到如今可能的太子回归。但这不是因为他的能力、政绩或者是清廉与否，而是因为中共体制需要一个合适的棋子。西藏行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政治活动，更像是一场权力戏码的公开彩排，谁上谁下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，而是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。今天的胡春华是抢尽了风头，明天会不会再度被抛弃呢？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体制里，答案恐怕只能留给下一幕揭晓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